您先稍坐，我们老板马上到。好，谢谢。别动！萨拉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史密斯夫人，不如你先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回答我，你是谁？你不擅长伪装身份，如果实在想不到办法的话，宝宝，你学学我，浮夸又自信的演技。我的名字叫南彩云，是个私人保镖，是你父亲花钱请我来保护你的。胡扯！我父亲5年前就去世了。是，你父亲确实5年前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他一次性付了我10年的报酬，而我是一个讲原则的保镖。哪怕雇主已经死了，我也会信守诺言，完成我的工作。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？那个重男轻女的混蛋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，更不可能花钱给我雇什么保镖。住口！你个无知小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父亲呢？你太不了解他了。他跟我说过，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跟你说他爱你。是，他重男轻女，但你知不知道？你是他所有孩子里最器重的那一个。老板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你能不能等我先说完？我思路都没了。当然，他也曾经说过一些很混蛋的话。他说，要是萨拉是个儿子多好呀。他不敢面对你，他甚至不敢让你知道。他为了保护你，请了一个保镖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该跟你说这些。老板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接近你肯定是有目的的。你还有脸说呢？我问你，昨天萨拉在酒店里被迷晕，还差点被暗杀。当时你在哪儿？他怎么知道我昨晚被暗杀？我再问你，今天萨拉的酒里被下毒，还差点被害死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说话呀！你以为你能平安活到现在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废物来保护你吗？如果没有我，你早死了800回了。没用的东西！还愣着干啥呀？快点坐啊！不是要请我吃饭吗？不好意思，是我刚才错怪你了。南彩云，多好听的名字，比史密斯可好听多了。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能再跟我多说一些关于我父亲的事吗？不着急，我之后跟你慢慢说。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？今天接孩子放学的时候，看见你了。小柔是我的女儿，刚转到你女儿班上。小柔是你女儿？你不是我的保镖吗？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我只负责你的人身安全，你其他东西我没兴趣。再说了，你知道我也是拖家带口的，又不是24小时只盯着你看，保镖也是有自己的生活的，好吗？那既然话都已经说开了，你以后就不用暗中保护我了，你来做我的私人保镖，我付钱给你。说句实话，我还挺喜欢你的，跟你在一起，比跟那些臭男人在一起
舒服多了。这事儿你干得漂亮啊！你现在成了萨拉的保镖，我们现在离进顾家又进一步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？萨拉到现在还不是很信任我。做你的私人保镖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得提几个条件。随便提。为了保障你的安全，我需要全面调查你工作上和你生活上所有有机会待的环境，包括隐月楼的后院。那里不行。他这样的话，没办法工作。你知道吗？保镖和雇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信任。没有信任，没办法工作。除了这个，任何事我都可以答应你。好，我不勉强你。不过有一个事情我必须要知道，就是你的人际关系。你最近2次连续被暗杀，我查到是你老公买凶杀人。这个你放心，我老公今天已经被正式逮捕了，他以后没机会了。可是据我调查所知，这件事跟顾家很有可能有关系。你还知道顾家？他到现在还不让我进后院，而且只要我每一次提到顾家，他都会终结话题。我家跟顾家是世交，这个你不用操心。顾家不喜欢抛头露面，所以关于顾家的话题到此为止。说明他对我是有顾忌的。路要一步一步走，事情要一步一步来。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，来庆祝一下。来。不过我还发现一件事。萨拉好像患有某种严重的疾病。附上了。疾病？对，而且奇怪的是，隐月楼后院明明是他们安保最严密的地方。你先回去吧，明天再来找我。好，可是我却在那里看到了小柔。不过，小柔毕竟是他的女儿，出现在那里也不算奇怪。算了，喝酒吧。走了。其实这2个人喝酒，不是单纯的喝酒，而是可以在一起多待一会儿。云藏起微光落在背影里，街角的落单长椅，收留情绪。谢谢。在夜空里，月的轨迹，缝补着为悲伤疗愈，想靠近的勇气，驱散我的逃避。哎呀，猴子没了。小柔，小柔，小柔，小柔。老婆，顾夫人的管家，他那个黑色的箱子里面一定有重要的东西，我去会会他。
南彩云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老公，我女儿小唐。听孩子说小柔生病了，孩子不放心，所以想来看看。阿姨，小柔在哪？她还好吗？小柔在休息呢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有点营养不良。阿姨，我能去看小柔吗？我还给她带了花。谢谢你啊。今天不太方便，等我回去告诉小柔，你来找过她，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约了客人，不方便招待你们。等改天我们再约时间，到时候再好好认识一下这位先生。今天就请回吧。好，替我送一下二位。是，请。你不是说他昨天病得很严重吗？怎么今天跟没事人似的？我也纳闷呢，小柔的病也太突然了。小柔，妈妈需要你，再帮帮妈妈，好吗？小柔，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？小柔，别害怕，妈妈给你买最好的营养品，你会没事的，啊，乖。进。老板，楼下有人找您。谁呀？是个女的，只说她手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。知道了。少卖关子，我很忙，自报家门吧。自报家门就不必了，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给你什么，以及我想要什么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？还敢笑！看来南彩云说的没错，如果只靠这群废物保护你，你确实活不了几天。到底是什么人？萨拉小姐，我没有敌意，我是来交朋友的，不如你先看看我的见面礼。
都知道些什么？小柔她现在身体这么差，应该很快就不能频繁抽血了吧？我能帮你找到完美的替代品。我的血型很特殊，小柔是我派人找了10几家孤儿院才找到的完美配型。你口口声声说能给我找到替代品，我凭什么相信？其实你的血型并不难找，只不过是因为你太善良了。如果只从孤儿院找，当然不能找到完美的血型了。不从孤儿院里面找，还能怎么办？不是孤儿，我都能帮你把它变成孤儿。这就是你需要我的地方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明天你要举办一场慈善晚宴，对吧？没错，我需要一张慈善晚宴的邀请函，贵宾礼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明白。费了这么大劲儿，就为了要一张邀请函？我还没说完呢。你需要做的是邀请顾念如和顾夫人来参加慈善晚宴，并借着慈善晚宴的机会把我引荐给他们。不行，如果你是冲着顾家来的，我劝你趁早死心，因为顾家是不会轻易结交你这种来路不明的人。你可以是我的来路，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。如果你对顾家有其他企图，我会被你害死的。那你就不怕明天上新闻啊？这些年，你收养了很多可爱的小女孩，她们怎么都离奇死了？萨拉小姐，你不觉得这太巧了吗？你们怎么知道？标题我都帮你想好了，吸血女魔头萨拉的美容秘诀竟是靠女童换血，收养孤儿慈善面具的背后竟是血腥的獠牙。你威胁我？换个角度想，我也是在帮你。你想啊，如果你的事情被曝光出去，顾家是会第一时间帮你呢，还是会第一时间和你撇清关系？多为自己想想。哪有永远的朋友？只有眼前的利益。来，老婆，这么晚了你干嘛？都不知道跟老公报备一声。去隐月楼。隐月楼搞这么神秘，我得去看看吧。那我得跟你一起去。今天白管家刚去过后院，那就说明顾家的财产很有可能隐藏在后院当中啊，这是获得顾家信息的好机会。不用了，你留在家里看孩子，莱纳会在暗处帮我。莱纳都叫了，你都不叫我？万一我暴露被抓了，还能说是萨拉的私人保镖，你被抓了怎么办？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呀。好吧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回去看孩子。等一下。我这里已经准备就绪了，随时等待你的吩咐。今天早上严英俊放了一个微型摄像头在后院附近，这个微型摄像头有干扰器，启动后能影响周围的网络系统，进而影响到监控。但是时间不长，可能只有5分钟。那彩云姐，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我现在潜入后院，一旦有人进来，你告诉我。没问题。莱纳，启动干扰器，我现在出发。预计到达时间还有30分钟。妈妈收养我以后就经常我的血输给她自己，妈妈说这样她就不会老了。让我看看。对不起，阿姨没有早点救你出来。阿
姨不怪你，是我自己害怕，不敢对别人说。我想让妈妈爱我，抽我的血会让妈妈开心，妈妈就会更爱我。小柔，这不是爱，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让你受伤害的。阿姨，其实我明白，我妈妈爱的不是我，她爱的只是我的血，但是我不敢不答应，因为我更怕回到孤儿院当孤儿的日子。阿姨，能不能帮帮我？我不想再打针了，好疼。没事，阿姨在，以后都不用再害怕了，阿姨保护你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我带来的货还不错吧？邀请函，我会派人给你送过去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老板，小柔跑了。废物，还不快去找！我能帮你找到小柔。不用，有小柔的定位。光知道定位可没有用，你还不知道对手是谁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小柔正在往幸福里小区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不光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，带走她的人是南彩云。不可能，南彩云是我的保镖，她救过我的命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她没有理由这么做。能悄无声息地潜入隐月楼，能带走人又能带走东西的，她只能是南彩云。你不信的话，打个电话。如果刚刚闯进隐月楼的是南彩云的话，这会应该还没到家呢。预计到达时间还有26分钟。萨拉哪来了？没事。他这个时候打来，应该是怀疑我了。老公，你来帮我接，发挥一下你撒谎的天赋。这叫什么话？安静。是。预计到达时间还有。喂，萨拉。这么晚了，怎么打过来啊？南彩云在家吗？找彩云啊，她洗澡呢。找她有事吗？等她洗完了，一会儿我让她回你。你跟她说，小柔想和小唐说话，让小唐接。小柔想找小唐说话，让小唐接一下。小孩子睡得早，明天吧。明天我会和小唐讲的。好吧，那就明天吧，就先不打扰你们休息了。好。我们得马上回家。走。萨拉小姐，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可以陪我去趟南彩云家，我保证帮你把小柔找出来。如果速度够快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在门口截胡呢。走。已为您避开事故路段，最优路线预计20分钟。预计到达时间还有15分钟。距离目的地还有15分钟，您已严重超速，请减速慢行。前方不断事故，为您重启规划路线，新路线多5分钟，预计还有20分钟。来不及。
南彩云毕竟救过我的命，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我不想撕破脸，所以你们对她客气点，别让我脸上难看。刚刚说还在洗澡，现在就没有人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，萨拉小姐？当了谁呀？赵小柔妈妈，浩浩妈妈。还有那个谁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叫什么？我突然想不起来了，不是叫那个谁吗？再说一遍。老公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没事，你们先休息吧。彩云姐，你演技提高了不少，但是你还是骗不了我。小熊定位离这不远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干嘛呢？滚！滚就滚。糟了，他们发现小熊玩具里有定位了，怎么办？万一小柔说了……现在回去把所有抽血的房间、记录、工具抹除干净，跟你的医生对好口供，就说小孩天生营养不良，胳膊上的针孔是输液治疗留下的。明天的慈善晚宴，你要大张旗鼓的捐款，真金白银。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心疼钱，捐的越多，舆论对你越有利。那小柔就不管了。这个你交给我们就好，明天中午他一定会来。小柔，这几天你就留在阿姨家里，哪儿都不要去，嗯？嗯。在学校，如果有人问起小柔在哪里，你一定要说不知道哦。嗯。来，我们一起抱抱小柔。嗯。没事的，没事。浩浩，妈妈说的记住了没？记住了，妈妈。你那个爱哭鬼同桌来了，又自己一个人跑到厕所里哭了。小柔，小柔。原来这种项链，白水安保公司也有，那就说明能够帮我们解开这种项链的人，不是只有杰森一个人了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找人研究破解一下，万一爆炸了也不会搞出人命。如果真的研究好了，那我们一家3口就自由了。叔叔阿姨，
早上好呀！早上好呀！早上好。来吃早餐。想吃什么呀？来，过来坐，给你倒一杯。乖乖吃饭啊！来，给你。来，吃这个。老婆，你担心小柔啊？我当然担心了。现在我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，就小柔一个小孩的证词，根本没办法让萨拉顶罪。而且他现在肯定把所有抽血的证据已经给销毁了吗？我知道你想帮他，可是别着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是不希望发生在佩佩身上的事，再一次发生在小柔身上。这样的话，我永远都原谅不了我自己。现在只需要你一句话，我就帮你杀了萨拉，干干净净，一了百了。喂，萨拉。小唐知道小柔生病了，一个人逃课，来我们家来看小柔来了。你把我女儿怎么了？别着急呀，小柔昨天不是跑丢了吗？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小唐跑这么远来看他的好朋友，好朋友却不在家。要是把小柔抢走的那个人肯把他送回来，那该有多好。不然小唐一定会哭得很伤心的。萨拉，你犯的第一个错，那就是不该动我女儿。是你先抢了我的女儿，这是何陆宁给你使的招吧？萨拉，你犯的第二个错就是不该听何陆宁的话。如果他现在在你身边，你开免提让他听电话。好啊。何陆宁，你别痴心妄想了，我是不会跟你一起回黑岩的。少废话！1个小时之内带小柔来隐月楼换你的女儿，否则我就把你女儿的血抽干。1个小时带小柔来隐月楼换你的女儿，否则我就把你女儿的血抽干。叔叔阿姨，我吃饱了。干嘛呢？别吓到孩子了。你说干嘛呢？带他去交换女儿。你先听我说，我们先把小柔带过去，假装交换人质。如果小唐安全，我们进行反击，再把2个孩子都安全的带回来。这样做太危险了。萨拉那群酒囊饭袋的东西，我们都见过，对我们没什么危险。那万一伤到孩子怎么办？不是，我们现在不是评估风险的时候，我们没得选。我知道你对小柔张不开这个嘴，没事，坏人我来做。对不起啊，小柔，叔叔阿姨得把你送回去了。夫人，人到了。小唐，别动！萨拉，把我女儿还给我。别着急呀，让南彩云去。走。
小唐，小唐。别动！别动！果然和你想的一样。我是最了解他的人。真把我当成没头脑的蠢女人了。我要真那么蠢，又怎么能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家族里混到今天？我那些哥哥弟弟们呢，都死于意外，你还真以为是意外？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他们一家3口交给我。随便你怎么处置他，小柔给我留下，这个小血包也不能留了，但总得物尽其用。你现在又欠我一条命了。我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你这条命是我救回来的。等我搞定了顾家，替你完成了任务，我们就可以回到黑岩的日子了。黑岩不能没有你。我也不能没有你。我现在就去见顾夫人，你等我回来。夫人，抽干净点儿，一滴都别浪费，足够我用一段时间了。是。抽完沉海里，做干净点儿。好的。手下败将。顾先生和顾夫人已经到了，在包厢里等你。顾念如和顾夫人是不是来了？刚进包厢。礼物我都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带我过去？不着急，我自有安排。事不宜迟，万一一会儿他们走了怎么办？人家刚到，屁股都还没坐热，你就着急去拜访，目的性太强，会遭人烦的。
我也是担心一会儿出什么岔子。他们在哪个保间？人情世故，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这里面全是门道。听我安排，别自作主张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来到本场慈善晚宴现场。下面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场晚宴的发起人萨拉小姐，有请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萨拉。其实我并不太喜欢用慈善这个说法，因为慈善这个词总是带有一种高高在上、施舍的意味。如果让我重新起名字，我更愿意把今天的晚会称之为爱心晚会，因为爱心的传递是平等的。为了改善贫困儿童和孤儿的教育还有医疗环境，我决定向曼泰市儿童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现款，以及价值500万元的教育和医疗用品。谢谢萨拉小姐的精彩发言。那么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观看萨拉小姐走访孤儿院的 VCR， 请。我那些哥哥弟弟们都死于意外，你还真以为是意外？抽干净点，一滴都别浪费，抽完沉海里，走干净点。别拍了！各位来宾，别拍了！来宾朋友们，我叫你们别拍了！别拍了！别拍了！这些心肠，太不做样子了，连心肠都脸面出现在这儿啊！自己没有孩子吗？没事。是的，太恶毒了。现场的来宾朋友们，我们出了一些事故，不要拍了啊！大家不要拍了，你们不要出了一些小事故，大家别拍了。抓起来！这是不是需要法律制裁？萨拉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警官，我要实名指望萨拉，我要当无点证人。你给我带走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！你怎么会？我们怎么会让你的如意算盘得逞？对不起啊，小柔，叔叔阿姨得把你送回去了。哎，小柔，小柔，你现在这样做不能把萨拉绳之以法的。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。来，小柔，现在叔叔阿姨不是不管你，而是我们需要你帮我们一起去救小唐。你可以帮我们吗？来，把这个带上。真把我当成没头脑的蠢女人了。我那些哥哥弟弟们都死于意外，你还真以为是意外？抽干净点儿，一滴都别浪费，足够我用一阵子的了。好的。抽完沉海里，做干净点儿。是。小唐，这是你们算计好的。顺势而为罢了，是你自己把自己算进去了。难猜。